你不是去夏儿家赴宴了吗？怎么还来吃馄饨没吃饱？来一碗吗？好。老板，馄饨加一碗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要跟我聊什么事儿吗？夏人说我们2间公司还能在其他地方上合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是好事儿啊。哎，那他具体说了在哪方面吗？具体没说。好。你今天去夏媛家都见到谁了？他母亲，还有夏夫人，没见到他孩子，好像在学校寄宿。哦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在法国留学。馄饨好了，谢谢。哎呀，他弟弟，谢谢。他弟弟也成亲了吧？还没，但听说快了。那女方应该也很漂亮吧？漂亮。啊？挺漂亮的。哦。哎，之前觉得你性格古怪，不知道其实你还有一段过去啊。没点过去啊。我说的是三寿帮华顺药铺，你还有个女儿。吃完，别聊这个了。之前在报纸上看到，但没连起来。总觉得嘛，别聊了。讲出来，心里会不会好过一点？我早就放下了。你要不说，我都把这事儿忘了。是忘了还逃避啊？我逃避什么呀？不然为什么今天不敢跟我去夏媛家？怕见到故人，还是你能吃馄饨吗？当不当我是朋友？不是，咱们只是搭档。这么直接？行，我也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、轻松一点。我过得很开心，也很轻松，谢谢你的关心。看起来没有。啊，我真的是想帮你。我不用你帮我，我也不用谁怜悯我。我不是，我放不放得下，忘不忘得记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只是要关心你。跟你没关系。成本表和收支表填好了吗？放在您桌子上。庆云堂的合同10点前拟好。还有那个4马路那家商家，缺一个数据，下午就可以补齐了。进。哎，小吴。文老板，楚小姐，我下个月结婚，请2位来参加婚礼。哇，谢谢。你可以啊，不声不响的干大事啊。新娘谁啊？我们老家的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青梅竹马。哎，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文老板帮我证婚。可以啊。还想请楚小姐帮我主持。她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她口才不行。楚小姐的口才没几个人能比。我替你主持吧。但您不是要证婚吗？证婚主持一起。那您忙得过来吗？可以。哎，要不您主持，楚小姐证婚。她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婚礼。啊，楚小姐，您来不了？她要出差。那太遗憾了。是啊，太遗憾了。出差的事呢，可以往后挪。小吴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婚礼我一定会去。还有，主持可以交给我，也没问题的。啊，太好了！内子上次来给我送饭，见过楚小姐，对您的风度才干很是倾慕。她跟我说了好几次，我们的婚礼一定请到楚小姐。谢谢。谢谢楚经理，谢谢文老板，永浴爱河啊！谢谢。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在关心我，怕我被婚礼刺激到。哦，原来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啊。
昨天那件事呢，也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还有以后这样的事，你也不用刻意的考虑我的感受，因为我早就心硬如铁。我就知道你心硬如铁，所以我昨天故意刺你一下，就是要让你好好面对一下你自己。哎，做件旗袍吧。干嘛？不是要参加婚礼吗？又不是我的婚礼。你可以顾一下我们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嘛。哦，那如果是顾及文氏大药房的体面，应该做的。不过这旗袍钱您出吧。哎，你也是股东，这钱为什么要我出啊？我又没想做旗袍，是你让我做旗袍，而且你是文氏大药房最大的股东。可以。还有，我觉得我也该换一双皮鞋了。哎，得寸进尺了啊！哎呦，还有我这个包，我觉得也应该换新的。楚经理，苏州麻烦出差吧。进。文老板，今天报纸。哎，谢谢啊。文老板，那就永兴百货了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哎，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先要承认一件事情：虽然您的律师是说拿出了2张印错的广告单，实际上一共有4张印错的广告单流失了出去。啊，诚实啊，真是诚实。这我们有错在先嘛，如果又撒谎，那不是错上加错吗？啊，识相啊，真的是识相啊。田老板，您看一下，这是印刷厂经理的证词，这个呢是印刷厂小工的证词，这是散发广告单的学生们的证词。啊，给您看这些不是我们想推脱责任啊，我们只是想说明，印错这些广告单是工人的无心之失，并非是我们有意要想侵权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情还是造成了你们权益上的损失，所以我们在这要向田大少还有克劳迪教授致上我们最高的歉意。这么就完了呀？哦，我们还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。当然，我们也会赔偿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多少5千大洋。大哥，我觉得你说多少遍了，在外头叫田总，田总，乖，叫田总啊。田总，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。哎呀，既然你们是这么的坦诚了，我也就跟你们说实话吧。你就算出去放一个屁呀，它不是有响动，也是有臭味，对吧？可是你们这个广告单撒出去之后，一点响动都没有，那就是连个屁都不如嘛，对吧？田大少所言极是。哎，你既然没有伤害，那更谈不上什么损失了嘛。我之所以要对你们穷追猛打告到法庭，就是想一把把你们搞死。谁让你们这个东方补脑丹卖的比我们西洋补脑丸好呢，对吧？田大少坦诚不拘一格。那是当然，做生意嘛，就得是以诚相待。但是看在你们刚才坐低扶小的态度，还是非常让本大少满意的份上，我决定，一，不用你们赔偿了，第二，也不要你们道歉了。好，那是本大少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与我合作。哦，那怎么合作？首先呢，就是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必须要从菊景堂下架，所有的原材料都要从我们田氏药号进货。哎，这我们跟夏元夏老板已经有合作协议在先，这毁约嘛，毁约，这毁约的金额缺多少我补给你们了。不是钱的问题。生意嘛，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？对，还有一点啊，你们必须要去国药工会控诉，就说首源药妆以次充好，真假混卖。田老板，您这是想让我们无中生有啊？弃暗投明啊，这是总好过说是
我在法庭上对你们穷追猛打，然后你们身败名裂，那个身无分文、倾家荡产吧，是吧？可是我们也没什么名声和家产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说呢？是跟着我干，还是同我对着干呀？亲爱的，你决定吧，说句话。田老板，我们文氏大药房啊，虽然是家小药房，但是毕竟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，所以我想了想，跟您对着干更符合我们的本心。你这是给脸不要脸，不识抬举啊！田东道，你根本就不配抬举我们。论药效，我们东方补脑丹远超你们西洋补脑丸；论价格，我们可比你低；论销售策略，我们脑子比你灵活；论趋势，我们超过你可是指日可待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哎，这个，走吧，亲爱的。哎，你，田大少，田二少，那咱们法庭见。哎，你，同学，大哥，这俩人是故意来气我的吧？是，啊，小气大哥。王老板，鞠景堂司掌柜在里面等着您呢。司掌柜，怎么来了？夏老板让我过来给你们送两样东西。他知道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生意上了，但是打官司却是花钱如流水，所以特地让我给你们送点钱来。他还说，如果钱不够，尽管开口，只要官司能赢，钱不是问题。谢谢夏老板。谢谢夏老板。另外，这个是林春柏大律师的名片，夏老板已经安排好，请他出马帮你们打官司。林大律师，正是。明天上午10点，林律师会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等你们，请务必准时。一定准时。谢谢。我先告辞。慢走。来，送一下啊。哎，好，你慢走。怎么样？对这官司还有信心吗？我们赢不了，不过，也不代表我们就输了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最终要赢得的不是官司，而是市场。其实这官司如果要赢，也不是没机会。是吗？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，谁？克劳迪教授。松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松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，我就是怕。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，他打人很痛的。我不怕痛，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松平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，偷偷的。松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松平，松平，松平，嫂子，你别讲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松平，松平。这个老大家的呀，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。急什么？这才2天，再饿个几天，保准服服帖帖的。二顺哎，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
过分吗娘？我不一脚踩死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来，你信吗？这我倒信呢。可是我这2天我这，二顺，你听娘说啊。二顺，你听娘说啊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你爹确实说过，这股份要给他一半，要不看我这么着吧，反正就是半个分店，你就给他就算了。算了，你可真大方。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，那也不是给他，是给我哥的。我哥现在人没了，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？你给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娘，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，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？他送给他，他也是轩轩他娘。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轩轩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，嫂子那人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现在让他一步，让他缓过劲儿来，那一口气儿把咱全给吃了。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，可是你这么关着他，会他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……娘，要不你再去劝劝他。打你过门啊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。你是能干，能干是能干，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。以前大顺在的时候，宠着你，护着你，但是今后啊，大顺不在了，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、护着你了。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，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。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，我骂他了。可你要是听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，我有错吗？你要那些个东西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，你料理家务，把轩轩带大，你不好吗？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，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？娘，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，只有我能做这生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？赚钱，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，他爹跟大婶能回不来吗？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，我宁可我自己去，我也不可能让大婶去。后悔没有用了，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，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，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，你要遵守，我也要遵守。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腰部上的生意？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？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？那是过去，过去他爹在，大顺在，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面挡着呢。二顺他小，所以他贪玩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二顺不会那样，他都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，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，没有区别。老大屋里的啊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跟二顺去争。你把我的那份给我，在陈家还有救。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，那咱家陈家就真完了。我劝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劝了，在这待着吧。娘，你再好好看看这院子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不过多久，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。
怎么娘？还是不听劝啊？这女人可真犟啊！就以她那个性格，我跟你说，她是绝不会低头的。要我说你就放了她就行了。不行啊，这可绝对不行啊！我要是把她给放了，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，我还怎么做生意，怎么在北京城混啊？可是你这么圈着她，这时间长了，她不是个办法呀！你别玩了，干什么？就行了，行，不哭啊！哎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嗯。行了，不哭了。不哭。有办法了。娘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轩轩说他想他娘了，我带他过来看看嫂子。去吧，上娘那儿去。轩，不哭吧，娘才不怕。哎呦喂，这头发怎么还脏呢？别碰我！轩不怕。嫂子，那天我可就发现了，你凶起来不好看，笑起来才漂亮。这样说，你跟我这样说吧，就不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大哥来找你了？哎，好吧，那咱们就说正事。那天三爷说的话，你可都听见了。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，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你也得认。认不认？不认。你认不认？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可别逼我啊！也是，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，也卖不了几个钱。就卖小的。陈二顺，你不是人！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，我杀了你！不说谎，要不跟你闺女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你可是个生意人，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？你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你把我轩轩给我放了！好了，轩轩不哭了啊！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。陈二顺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，求求你把轩轩给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都给你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把我轩轩放了。大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谁知道啊？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？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。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。那二少爷呢？嗨，甭理他。怎么能不理他呢？他好歹也是东家呀。是啊，他给你发工钱啊？不，你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人齐了。哦，回二少爷，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。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，进来吧。
你让我回齐州老家。您带着嫂子萱萱，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，一块回去吧。你这万一这三寿帮要找上门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，连三寿帮一根毛也没见着。没事都过去2年了，早没人提了。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。娘哎，回老家您更习惯。娘，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。娘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，您跟这儿待着，难免会睹物思人，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。回老家呢，一来是换个环境，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，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。娘，咱家突然少了2个人，我是觉得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。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，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？你们要是回去了，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，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。我算了一下，这1年下来能省100多个大洋。省多少？100多个大洋，还不止呢。在北京城啊，这1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1年的。你们4口人，您算算能省多少？这4口人那能省不少钱呐。娘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，就算她想守，可这北京城哪哪都是坏人，她未必守得住啊。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大哥交代？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。大少奶奶，哎，柴放哪儿啊？啊，放里边吧。哎，好嘞。来，放里面。放里面。好嘞。放这里面就行。那就还是回去。行，娘说了算。娘，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？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？哦。娘走到哪儿了？快到家了啊！我的姐，姐夫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呀，姑爷啊，姑爷，我的姑爷啊！哦，我的姐夫！娘，哎呀，婶儿，哎呦，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这么好一个人，这也太早了，婶儿。娘，大哥，嫂子，来我屋里坐吧。我先去，我一会儿来看你啊。哎，行，那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嗯，别哭了啊。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？娘，她叫萱萱。萱，去叫姥姥，跟姥姥去。姥姥，萱，这是舅舅，这是舅妈。舅舅、舅妈，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娘，大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大顺走了，但这以后的日子，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。韶华，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，少说多做。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，善待你们娘俩。娘，我的事儿我知道。哎呀，娘，妹妹那么精明能干，
没人亏了他，放心吧。少华，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？我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啥意思？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。少华，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以陈二顺这德行，2年吧，可能都超不过2年，陈家就给被他败光了。所以我得想办法，自己做点生意，给我和轩轩留一条后路。姐啊，我还在想一个事儿，说没就没。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？这难说呀。年轻啊。哎呀，我的姐，我说的不仅仅是看人，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，你也得看紧喽，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。老二家的啊，你上门口看着点去呀，别到时候娘家人搬走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哦，去。还有姐，这平日里呀，这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的，都没个老爷们儿。你千万不敢对外漏财啊，让人知道了惦记，听见没有？知道，哎呀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妹妹，就我向着你，别忘了啊。知道。哎呀，我别哭。哎呀，姐夫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啊？哎呀，要我说，做啥生意啊？少华。趁年轻，赶紧找一个人嫁了，这日子才有盼头，嫁人才有盼头。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。可是，这姑爷才去世多长时间，就给少华说这些干啥？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他好吗？嫂子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。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。这个是我这几年存的私房钱，给你拿去花。哦，我不能要。你就拿着吧。我知道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，但是还是带着吧，万一手头紧，还可以卖了换钱。等我去了北京，我一定要努力挣钱，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。你放心吧，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。我发誓。你看你的手那么冰，你说你出去那么久，你怎么不多穿点呢？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？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？如果你救不出二女，你肯定会难过。像腿断，我干嘛让你伤心？我有娃了，爹，我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我有娃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，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。喝住，喝住。娘，这也太少了吧？这还少啊？不少。你们俩吃粗粮，我跟轩轩吃精粮。为啥？
啥为啥？你这为咱家里没钱了。喝粥，喝，趁热喝。娘明明有钱的，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。嫂子，你脑子灵主意多，想想办法呗。啊，什么办法？让我俩能吃上精良的办法呀。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，我想吃白面馒头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。你刚才说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。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嫂子，你想到办法了？什么？给你40个大洋？娘，您看咱家现在呢，吃喝是不愁，但是咱给长远计算是吧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。你又来了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？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！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不好吗？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，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，不做生意，那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做生意有二顺呢，不用你。娘，我保证，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。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。不，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？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？娘，这样吧，我给您写张借条，行不行？我保证3个月连本带利40个大洋都还给您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做生意，你亏了本怎么办呢？你写借条，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我还真上官府，我告你去。你到时候你告诉我，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，我跟谁要去？不行，娘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。张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娘病了，说让你回去看看。啊，这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回去就病了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娘到底得什么病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就是受点风寒。她呢，总是闹着要见你，没别的。那就好。干嘛？给圈圈的。哥，我不能要。你嫂子不知道，拿着。谢谢哥。停车！哎，小华，你干嘛去？我给娘买药，顺便看看。哎，不用了。易掌柜，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。整麻菜都是这成色吗？哎，对，都一样。好，2角1斤。易掌柜，求求您，再给添点儿。 2角1斤，我们没法活呀。1文都交不了。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。我也没办法呀，这是随行就市了。哎呀，易掌柜，我给你跪下！哎呀，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！这么大岁数，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，对不对呀？别烦我了，再烦的话就1毛5了啊！不用求他了，齐州这么多药商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。哦，没用的，我都问了，都是这个价。其他药商都跟首源药妆结了盟，一起压我们的价。住嘴！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？是我义大金人缘好，别人做生意呀是同行是冤家，我做生意就是同行亲兄弟，搞钱齐努力，长点学问。我们药农起早贪黑，风里雨里，是指望把瓷碗卖了，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。你却趁瓷碗丰收联手压价，诚心不让我们活呀！你这么黑的药商，不怕报应吗？你放屁！谁黑心了啊？你刚才也已经说了，今年是紫碗丰收了。紫碗是什么？是药，它不是粮食。如果是粮食丰收了，我收一大堆粮食，我可以满街喊，我说啊，我们家粮食便宜啦，你们多买点粮食，多吃点粮食。这是药，
我收这么一大堆药，我上大街上喊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，大家都多吃点药啊！我又不是黑心医生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想卖的话，让你们家的紫碗都烂在地里，看谁心疼！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。走，易掌柜，我们好商量。要不收我？易掌柜，你们守元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就让点利嘛，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。哎呦喂，您谁呀？易掌柜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妹妹，刚从外地回来，您啊别往心里去。我不会往心里去，即使妹妹也不是外人，菩萨心肠。那您出高价把这些紫碗收过去，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。哦，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。你不做这生意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，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，你不心疼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。易掌柜，这银联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，也是我们池春堂100年的经药纸，而唯利是图、欺负药农，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。别介，别我们的，我们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，我就拿下来，踩在脚底下，我跺上去，我转个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易掌柜都有得罪，不得罪。你们几个想卖2角，不想卖走人。少华，走了啊！你说你啊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，这又何必呢？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。娘，啊，您这都受风寒了，您还在这院里坐着？娘没事儿。您没生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娘等你呢，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，这不，媒婆都来家了，想看看你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回来啦！嘿。少华，我跟你说哈，哎呀，你这妹妹啊，果然长得漂亮。这个曾老爷呀，年纪也不大，今年刚53。哟，那确实不大哈，只比我大30岁。对呀，身子也健壮。大夫都说，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，那还真是难得。而且我跟你说哈，他家里有300亩药田。那挺殷实的，可不殷实吗？而且他出手大方呀，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。30个大洋啊！更难得的是，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，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。2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。你一过门，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。可是我这丈夫啊，才死没多久。我这马上另嫁的，这让旁人听了，该怎么说我呀？就是啊，韶华，就算要改嫁的话，你得再过几年吧。哎呀，妹，你要再过几年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！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，难了。再说了，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，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。我说大侄女儿，就算是你能等。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。哎呀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。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，这事儿